4月4号，芬兰正式加入北约。当天，北约总部升起芬兰国旗。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欢迎芬兰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并强调这是北约历史上最快的加入进程。他说，芬兰将为北约带来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相信芬兰成员国的身份将加强。外界注意到，北约此前同时启动芬兰和瑞典的入约程序，但瑞典进度落后。斯图尔滕贝格补充说，他确信瑞典仍有望加入北约。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3号表示，作为对芬兰加入北约的回应，俄罗斯将加强其在西侧和西北侧2个方向的军事潜力。他说，如果其他北约成员国的部队部署在芬兰，俄方将进一步采取额外的措施，以确保俄罗斯的军事安全。芬兰加入北约，则意味着欧洲整体近年来的安全架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意味着整个芬兰成为了直接与俄罗斯有边界接触的国家，那意味着俄罗斯和北约在前线直接对抗的风险会增加。随着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那么美国或者北约国家将这种攻击性武器或者说核武器部署到芬兰领土上，或者说布置到直接和俄罗斯接壤的土地上的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整个面临的风险是极为艰巨的。分析指出，芬兰加入北约将从地缘战略上进一步压迫俄罗斯的西部战略空间。北约一直担心，如果同俄罗斯爆发全面战事，俄罗斯将突袭白俄罗斯和飞地加里宁格勒之间的苏瓦乌基走廊，切断波罗的海3国同其他北约盟国的联系。在芬兰加入北约后，北约可绕开苏瓦乌基走廊，开辟新的通道。值得注意的是，芬兰虽然过去一直宣称是中立国，但军事建设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芬兰军队在极寒天气作战经验丰富，能够对北约部队在极寒天气下的作战提供帮助。根据芬兰现有的兵役制度，在战争爆发时，芬兰可在短时间动员28万士兵，另有预备役人员87万。而在火炮方面，芬兰陆军优势更为突出。此外，近些年，芬兰同美国的军事合作不断深入，采购了包括 F-35在内的大量先进装备，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同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的军事作战协调。芬兰加入北约意味着周边地区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竞争和对立进一步加剧。新加坡联合早报发社论指出，芬兰加入北约是对2战后欧洲地缘政治的改写。该报认为，只要双方没有找到和谈或停火的理由，战斗几乎就将继续下去。今年未必就是终战之年。而当战斗旷日持久，美国及欧洲大国对乌军的支持可能生变，这令俄罗斯的邻国芬兰等国加速倒向北约。俄乌战场胜负尚未分明，欧洲地缘政治已发生诸多深刻变化。一旦出现明显倾斜或决定性改变，不仅将深远影响2国命运，甚至会冲击整个欧洲乃至东亚局势。好，希望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好。芬兰正式加入北约呢，这将意味着什么呢？对俄罗斯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主持人好，俄乌发生军事冲突，一个重要的理由呢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而美国及北约呢也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在俄乌打了1年多时间的仗以后，乌克兰呢是伤痕累累，那么原来的中立国芬兰呢却加入了北约，这个北约呢是进一步的东扩了。芬兰和俄罗斯呢有1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芬兰加入到北约，北约与俄罗斯的边界呢就延长了1倍，几乎把俄罗斯的西北、西南呢就给包围起来了，形成围堵之势。芬兰加入北约也使得波罗的海3国的安全形势呢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距离波罗的海对面的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不到70公里，可以快速的提供军事增援。那么从军力和其他战备物资看呢，这个芬兰的加入强化了北约的实力。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不同，冷战以后大批的国家呢都在裁军，那么强调经济发展和融合。芬兰呢却继续遵循2战前的征兵制度，是欧洲国家中一直在为潜在的战争做准备的极少数的国家之一，拥有一支呢为开战做准备的军队。芬兰战时可动员的兵力呢多达28万，预备军人呢87万。
拥有1500门火炮，是欧洲最大的火炮群之一。那么芬兰呢，还不断的在空军上进行投资，拥有美国最新的 F-35战斗机，可以呢为北约领空防御提供60架现代化的战斗机。所以这个芬兰加入到北约呢，北约的整体军事力量是显著的增加。那么反过来说呢，北约的进一步东扩加剧了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所以呢，俄罗斯马上呢要加强西部和西北部战线的军力部署，以回应芬兰加入北约之举。可以说，芬兰加入北约对俄罗斯的安全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增加了军事负担，缩小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